今天 vivo 开发的针对听障用户的应用手语翻译官正式上线了。我也是借着体验这款应用，有机会面对面的和听障用户来了一次近距离交流。今天的视频我会在介绍这款应用使用方法的同时，聊聊听障用户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生活。首先一波快问快答，这款应用收费吗？不收费。这款应用是 vivo 手机独占的吗？并不是，年内呢会陆续适配其他手机。这款应用是只有听障用户才能使用的吗？并不是，除了听障用户可以使用，健听用户也就是听力正常的同学也可以使用这款应用与听障用户进行沟通。接下来说说这款应用怎么用。首先，当我们打开应用，界面分成了3个主要区域，其中上半部分呢是一个 AI 端庄短发长衫手语小姐姐，中间部分呢是气泡对话聊天界面。下半部分有3个按键，分别是手语、耳朵和键盘。我们先说耳朵和键盘啊，在这个界面，听障用户可以通过输入文字转化成语音和其他人交流。在这种情况，对方能听到我的声音，大大增加了沟通效率。一个小细节，听障用户可以选择不同声音来代表自己。在这种情况，对方能听到我的声音。我通过打字来进行交流。那输入的文字，我们再次点击可以重复播放。播放过程中有一个对应的进度条，帮助听障用户去了解现在语音已经播放到的具体位置。播放的时候，声音会有进度条来提示我现在播放的进度。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健听用户，我已经打字发言完之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打开耳朵标志，就听对方来进行说话。晚上想吃饺子还是面条？饺子吧，我永远爱吃饺子。这是一个北方的听障用户。好，先暂停一下，我知道大家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了。既然已经转化成文字了，听障用户可以直接观看呢，那么再转化成手语，这是不是多此一举呢？这个部分啊，我也是第一次了解这个知识，我分享给大家啊。我们国家今天使用的手语，它诞生其实要比普通话和简体字的时间还要早，与我们健听用户学习的汉语文法有很大的差异。那对于听障用户来说，手语是他们的母语，而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就好像我自己学习的母语是汉语，然后在学校学习的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而手语翻译官这款应用呢，目前已经把8000多个手语词汇全部通过手语模型输入到这款应用当中，可以实现100%的手语翻译。那配合同步的语音转文字，如果你的朋友或者家人是听障用户，那么现在你可以向他快速准确地传递任何一句你想说的话语了。如果你在和一个听障老哥或者听障小姐姐谈恋爱，我认为这款应用甚至可以成为你的一本爱情字典，你想表达的任何语义都可以在这里慢慢学习对应的手语。这是昨天晚上啊，这是昨天晚上，昨天我想你了。昨天我想你了。看到了吗？就学会了，我学会了，我学会手语了。月亮，这样哦。这个是月亮，看到了吗？这个是月亮，然后眼睛看着真美啊！今天晚上看的月亮好漂亮。哎，怎么样？这不就是可以含蓄的和喜欢的小姐姐表白了吗？之前有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健听女孩》里谈恋爱那个场景还是通过短信打字实现的，那现在通过这款应用说一句话就够了。我们继续说手语翻译官啊 ，vivo 做这款应用有多细节呢？如果你在对话过程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AI 手语小姐姐除了有手势动作之外，甚至还有嘴型，能看到吗？这些细节如果不是真正的听障用户，可能完全不能够理解啊，因为在漫长的和健听用户沟通的过程中，大部分听障用户他们都学会了唇语，没错。真的就是电视剧里总演的那种唇语啊，他们通过看对方说话时的嘴型来辅助自己去理解内容。所以我也是这次才知道，过去疫情3年对于听障用户真的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大家都戴上口罩之后，瞬间夺走了他们相当程度的沟通能力。也正是考虑到这个痛点需求，那手语翻译官中增加了对话中的嘴型，这个很小很小的小细节真的很用心。我知道大家想问什么，我替大家问了啊。确实有一部分听障用户会在一些案件中帮助警察叔叔通过唇语来进行破案。你以为这就完了？我再分享一个细节到不能再细节的细节啊，很多同学都想象不到，在听障用户的世界里，除了没有声音，也没有语调，手语中你很难区分出你试试和你试试
这样的语气差别。所以听障用户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用表情去替代语气，而 vivo 针对这个问题也对手语小姐姐进行了表情适配。比如说，我今天很生气，大家看这个眉眼之间的细微变化啊。我再说，你早上吃什么了？你别调戏我了，我很难受，我好开心，实在是对不起，前方路段有危险，别紧张，好好休息。我特别喜欢下午的时候发呆，大家看到发呆这个表情了吗？不同的情绪对应着不同的表情，手语中也有很多和面部动作结合的词汇啊，比如说我想吃糖果，这个小姐姐她的脸蛋儿好像刚才鼓了一个小包，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模拟糖果。但是牙齿好痛，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只为了帮助听障人士更好的进行理解。当我们把8000个手语词汇、1400个常用词汇结合嘴型和更丰富的表情变化，手语翻译官就成为了紧闭房间中一扇打开的窗，让信息可以无障碍地被听障用户所获取。以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耳朵的部分，它解决了听障用户最核心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讲这双手，聊聊难度可能直接要翻上10倍的说。以前在我的认知里，听障用户直接打字然后转成语音，不就是可以让身边的人听见了吗？对不对？这不就是说出来了吗？多简单呢！后来和柯南交流，我才知道啊，原来对于听障用户来说，文字输入的难度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得多。刚才我们提到了汉字对他们来说是第二语言，大家可以继续脑补啊，每天要求你用英语和你身边的人沟通，是不是你也就剩下的 this yes 完了眼神交流？那当我们点击这个双手标识的时候，界面会分成上下2个屏幕。如果你想用自己的手语来跟手机进行沟通呢，最好还是配一个自拍杆，因为你的双手要打手语。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上半部分呢是小姐姐，小姐姐呢她是相当于翻译对方说的汉字汉语，然后给你变成手语。下半部分呢是你来进行打手语，然后转化成声音。比如现在我来模拟一下。我是一个健听人，然后我在跟手语用户进行沟通。那我现在说话呢，它就会呈现出在上半部分使用手语。然后手语用户看到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回复，比如说我们刚才那句“我喜欢你”。然后在这个界面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变成全屏。它的识别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当我把双手抬起来的时候，看左上角就开始出现手语识别了，对吧？然后当我把双手放下的时候，这个手语识别就结束了。把手语直接转化成汉语这件事儿有多难呢？首先要识别双手不同的位置、手臂不同的角度、手指不同的走向。很多手语，当这个听障用户面对手机镜头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你这句话。那你这个手语面对屏幕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立体的手势，能明白吗？而更难的是手语也有多义字，就同样一个手势，这个是菜，但如果你放在语境里，这个就是生气。我生气。比如说天津和希望这2个词，你看这2个词的动作多么的相似。我在拍摄这期视频的时候，也遇到了几次这种识别难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那第3个难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手语和汉语，它的语序是不同的。比如说这本书不要扔掉这句话，用手语来描述就是3个词：书、扔掉、不要。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款软件在识别出这几个词汇之后，然后再把这句话梳理成健听用户能听懂的汉语。那在结合了以上所有这些困难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在此时此刻，手语翻译官可以实现的效果。大家好，今天去北京开会，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昨天在深圳，今天在北京。北京好冷啊。我们手语用翻译手势进行交流，希望大家电话能帮助聋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识别上还有许多挑战，但真的可以把连贯的手语转化成语音和文字了。
当柯南坐在我对面，使用手语通过手机发出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如果说手语翻译官的耳朵功能像是一扇窗，那么手语识别就是推开的一扇门，让更多听障用户可以走出自己封闭无声的世界，和更多人交流。视频的结尾，我想再分享几件在制作这支视频过程中我才了解的一些关于听障用户生活的故事。第一，柯南虽然是听障用户，但是他的右耳保留了一些听力，那佩戴助听器，再配合唇语，他可以听到这个世界。我这次才知道，对于大部分听障用户，他们的嗓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没有办法听到语言而无法说话。第二个，我这次了解到的点，手语会根据地区和朋友圈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方言，听障人群的圈子都很小，而且并不容易交到新朋友。第三个，这次拍视频了解到的是，柯南告诉我，听障人群的生活在最近几年迎来了2次特别重大的改变。第一个是手机视频通话的到来，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拨打视频通话了，然后通过手语交流。在此之前，柯南和爸爸妈妈几乎不打电话，微信也很少使用，因为打字对于很多听障用户来说还很困难。第2次的改变呢，则是语音文字转换的到来，听障人士第一次可以快速理解其他人的意图了。在此之前，听障用户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他们在和健听人沟通的时候，通常是通过写字，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健听人群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很多时候没有耐心去写字交流。而随着语音转文字的到来，比如说 vivo 之前那款无障碍应用叫听说，就帮助了很多听障家庭在他们的家里第一次有了说话的声音。之前 vivo 联系过一个家庭父母都是聋哑人，但是他们刚出生的小宝宝听说能力完全正常。正是使用语音转文字这个功能，小宝宝第一次听到了爸爸妈妈对他说的话。宝宝好棒，宝宝好棒，宝宝好棒。我相信手语翻译官很可能就是听障用户生活中的第3次改变。与其说是翻译手语，我觉得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打开世界。它帮助听障用户听到这世界更多的声音，也帮助健听用户了解到手语世界更多的含义。我们国家目前有接近3000万的听障用户，其中有30%因为沟通不便等原因，他们都处于失业的状态。3000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庞大而抽象的数字，但其实这3000万里的每一个数字都对应着像柯南这样一个听障用户的人生所以在这里，我想借助大家的力量，如果你是健听用户，那么请把这款软件分享给身边的听障朋友或者家人。如果你自己是听障用户，那么一定要亲自用这款软件。请大家在设置中开启帮助改进功能这个开关。今天手语翻译官的发布其实应该是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一次号角，它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我相信当数以万计的听障用户真正的使用它，真正把自己的需求反馈给它，形成一个更庞大、更细致的数据模型，那么这款软件也会以指数级的速度进步、优化，最后惠及每一个身处无声世界的你。